我林婉，1周前我还是个愁找不到工作的贫穷女生，直到我靠满级英语听心能力，成为豪门10万月薪育婴师。你就是新来的育婴师，简历上写23岁，看着顶多18。傅太太，我虽然年轻，但我们家已经请过7个育婴师了，最贵的一个时薪3000，伦敦皇家育儿学院毕业的那种，撑了3天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孙子从出生到现在几乎没停过哭，所有医院都查过了，各项指标正常，但他就是哭，谁抱都哭。肚子疼。傅老太太，宝宝多久没排便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请您回答我。大概3、4天了吧。这有什么？不是3、4天，我很确定，至少7天。你怎么知道？带我上去看看。老太太，小少爷一直哭个不停，不喝奶，拿玩具给他也没用。疼，好疼，没有人知道我疼。小腹微微发硬，有明显的胀气。傅太太，宝宝的奶粉配比有问题。你说什么？他乳糖不耐受，你们用的奶粉乳糖含量太高，长期会导致腹胀和便秘，所以他一直在哭，因为他肚子疼。绝对不可能！小团子喝的奶粉是德国进口的，1罐可要3800。贵的不代表适合，舒服一点点呢。居然停了！他8个月以来第一次不哭了。这个姐姐好温暖，居然不疼了。这下我可以被录取了吗？很好，你被录用了，今天正式上班，月薪2万。你是谁？季深，这是新来的育婴师林婉，她来了不到10分钟，小团就不哭了。爸。之前也有育婴师做到过，最长安静了2个小时，然后哭得比之前更厉害。那是他们没找到真正的原因。所以，你找到了？乳糖不耐受导致的腹胀和慢性便秘，只要把奶粉换水解蛋白奶粉，配合腹部辅初，1周内可以删80%。你的学历是？高中。景城，虽然学历是低了点，但他确实让小高中，我还以为你研究生呢，可以说出这么专业的话语。我们家的最低门槛是本科护理专业，必须具备3家医院儿科经验，你一样都不符合。傅先生，难道你那些符合条件的育婴师，有谁让你儿子不哭了吗？困了，想睡觉。这个姐姐能不能不走？小团乖，安心睡。傅先生，我虽然学历比不上那些海外名校持证育婴师，但实践经验不比那些纸上谈兵的差。这样，给我3天试用去，3天之内小团还是哭个不停，我走人，不收1分钱。3天之后呢？3天之后你加钱。行。姑娘，你别介意他的态度，他就那样。自从小团他妈走了之后，他性格就变得很沉默，对外人处处设防。没有妈妈，小妈妈。没有妈妈吗？放心，以后有姐姐陪在你身边。难为你年纪轻轻，心思却这般柔软细腻，小团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夫人。黑，怕黑。小团不怕，灯亮了。不是妈妈。乖，睡觉了。暖的。肚肚又有一点疼了。肚子还有胀气。他又哭了。没有，只是醒了。是吗？他从来不让别人这么抱。之前那个伦敦来的育婴师抱他，他能哭40分钟不停。那是因为那个育婴师身上的香水太浓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难不成还告诉你是小团告诉我的？那我不被当成怪物赶出傅家。你一个高中文凭，到底是从哪里学的这些？自学的。我可不信你自学能学成这样。当然是天赋。去睡吧，陆先生。林小姐，吃点早餐吧。这小团居然安稳的睡了1整夜，之前他从来没有睡超过2个懂爱的时候啊。中间醒过一次。那也不得了，短短1晚就让小团安稳睡整觉，你可真是个难得的宝贝。但我劝你千万小心点。张姐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家里不是所有人都希望小团好起来。伯母，我来看看锦城哥还有小团。这位是我怎么不知道家里来了外人？您又换了个新的？哦，这是林婉，新来的育婴师。陆家的门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低了？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带孩子。这次的还不错。
臭，味道好难闻。你别靠太近。你干什么？你在教我怎么接近孩子？我只是在保护我负责的婴儿。宝宝对浓烈气味比较敏感。如雪，她说的也没错，小团子鼻子确实灵。妈，你叫我什么？林婉，这位是如雪，如雪是我侄女，从小在我们家长大，和近身青梅竹马。这么说，你就是那个景晨说的让小团不哭的育婴师，看着很普通嘛。先说说你什么学历？陆先生已经知道了。我在问你，高中。高中？景城什么时候眼光这么差了？居然把小团子交给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的外人照看。学历代表的是书本知识，可照顾孩子靠的是耐心、细心和成熟的实践经验。我能治好小团的哭闹，这就够了。懂孩子，怕是只会些投机取巧的小把戏吧？依我看，你这水平撑死月薪5000，你自己觉得配拿陆家的高薪吗？这个女人好凶，不喜欢。来，让阿姨抱抱。不要怕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又没弄疼她。伯母，你确定要用一个高中学历的人来带陆家的孩子？可是他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万一出了事呢？万一他连急救常识都不懂呢？我认识一个美国注册的育婴师，不但学历高还专业，给好莱坞明星带过孩子，持证上岗。我叫他明天过来面试。不要新的人，我就要这个姐姐。怎么了？景城哥，我正说呢，我有个朋友是……小团今天怎么样？奶粉已经换了，今天排便正常，睡眠比昨天多了2个小时。妈，以后继续用它。景城哥，我只是觉得他学历太低，风险太大。如雪，小团的事儿我自己决定。很好，算你有点本事，但别以为哄好了孩子就能站稳陆家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林小姐，你3天试用期过了，这是正式的合同，月薪5万。如果小团的身体指标持续改善，每月薪资递增10%。月入5万，发了！傅先生，你很大方。你值这个价。姑娘，你运气真好，陆先生难得对谁另眼相看。之前那些育婴师，他连名字都不记得。他只是对小团上心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小团跟变了个人。可能是缘分吧。接下来2周，小团的变化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。第5天，他开始有规律的睡整觉。第8天，他的体重增加了0.3公斤。第12天，他下班回来，小团张着手要他抱。爸爸。小团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小团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。这是我的本职工作，好好照顾小团是应该的。对了，月底是我母亲的生日，到时候宴会在家里办，家里宾客多，小孩子容易受惊吓。那天你全程陪着小团。我明白。各位，这是我孙子小团。哟，长这么大了，看着挺乖的啊。不是说一直哭吗？好多人有点怕，但是姐姐在，不怕。来，阿姨摸摸脸，先让孩子适应一下，谢谢。这位是看着眼生，陆家什么时候招了这么朴素的佣人？我是小团的专属育婴师林婉。哦，看着穿着打扮，学历应该也不高吧？居然能留在陆家照顾小少爷，真是好运气。你可别这么说，这位林小姐是真的有本事。我早就在圈子里听说了，陆家小少爷从前夜夜哭闹，身体长势差，换了7、8个资深育婴师都没用。自从林小姐来了，小少爷整夜安睡也不哭了，体重也稳步上涨。这可是真的专业厉害。一个高中学历的人也配当育婴师？伯母，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位育婴师王婷，美国注册育儿顾问，在洛杉矶执业6年，比那林婉可专业太多了。如雪，不是说了吗？小团现在我知道，但王婷是专业的，我觉得可以让她也看看小团，做个评估，万一有什么隐患呢？你好，我是王婷。你好，听说你高中学历，没有任何资质证书。对，没有。恕我直言，以陆家的条件，聘用一个没有任何专业资质的人来照顾婴儿，是非常不负责任的。是啊，婴儿的生长发育涉及营养蟹、心理学、感统训练、早期教育，这些都需要系统的专业知识。我可以检查一下孩子吗？太太，这让他看看。不要，不喜欢，要回去，要姐姐。居然没有哭，小团子居然在学着忍耐了。体重偏轻，肌长力一般，追视能力还行。我建议制定感期训练计划，
配合进口的 DHA 补充剂。他不需要 DHA 补充剂。你说什么？他的奶粉里已经含有足量的 DHA， 额外补充会增加肝脏负担。我是根据 M 国儿科学会的标准 ，M 国儿科学会的标准是针对配方奶粉 DHA 含量低于 0.32 的情况。陆家目前用的这款水解蛋白奶粉 DHA 含量是 0.36。你怎么知道这个数据？奶粉罐上写了呀。这只是小细节，早期发展需要系统。那我问你，现在小团的左手一直攥着，你注意到了吗？这是正常的握持反射。不是，握持反射4个月就消退了，他8个月还这样，说明他在极度紧张。回来了，姐姐回来了。小团的手松开了，他不紧张了。就算你观察力强，但没有资质就是没有资质。够了！小团的情况，我每天都在看数据。小团的情况，体重、睡眠全部正在好转。你的简历很漂亮，但我需要的不是简历。傅先生，还有你，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了。景婵哥哥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太担心小团了，我怕他经验不足，照顾不好孩子。我也是好心为陆家着想啊。我不需要。你今天可出风头了。什么风头？我只是说了实话。你还不知道王婷的背景吧？她可是柳如雪花了大钱去美国请回来的，就是为了替换你。替换我对她有什么好处？那个柳如雪想嫁给傅先生，你跟傅先生走得近，她肯定不放心。可是我和傅先生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只是育婴师。你以为他在乎事实吗？他在乎的是别人的看法。姐姐奶奶，来了。姐姐不开心。没有，姐姐很开心，吃吧。林婉，你过来坐。昨天的事儿你别放心上。我没有。如雪这个孩子从小在我们家长大，跟我亲闺女一样。她脾气是急了点，但心肠不坏。我也想问你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小团乳糖不耐硬的？那个是我的经验，之前带过一个类似的孩子。多大年纪？4个月。后来呢？那孩子换了奶粉之后就好了。哦，这样啊，你先去忙吧。好的，太太。但我知道他并没有完全相信。今天带小团去复查了，消化科的主任确认了你的判断，乳糖不耐受，你救了他。没那么严重。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直觉。只是直觉？有些东西是教不来的，就像你做生意的敏锐度，别人学不了。你不像一个高中毕业的人，我查过你的背景，福利院长大，18岁出来打工，做过8份工作，没有任何不良记录。但你的身份信息只追溯到6岁，6岁之前的档案是空白的。福利院收养的孩子很多都没有完整的档案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从这个月开始，你的月薪掉到6万。还有一件事，下周3有一场牧婴行业论坛，我要带小团去做一个发育评估的展示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好。车车在动，好玩。人好多场。副总，这就是贵公子，长得真好看。先让孩子适应一下，谢谢。我是小团的育婴师林婉。什么育婴师啊？不就是个保姆吗？各位好，我是王婷 ，M 国注册育儿顾问，专注于0到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干预。王老师，对于婴幼儿的情绪管理，你有什么独到的见解？这个问题很好。我认为婴幼儿的情绪管理核心在于建立安全依恋关系，这需要照护者具备专业的知识体系和系统的训练方法，而不是靠某些人所谓毫无根据的直觉。不喜欢那个眼睛阿姨说话的声音。乖，不听她胡说。苏小姐，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。王顾问，你今天来是以什么身份来的？育婴师。那苏小姐对于刚才的讨论有什么看法？我没什么看法。是没看法，还是看不懂？那边有个宝宝一直在哭，3个专家都没安抚下来。既然你那么擅长直觉，要不要试试？不敢了吧，装不下去了吧？别逞强，丢人的可是你自己。好痛，我太亮了，好痛。不是肚子痛，是头痛。这种痛法是颅内压增高。让开！你干什么？你们好，我是育婴师林婉，你们的宝宝叫什么名字？叫朵朵。他从上午就开始哭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办。朵朵最近有没有撞到过头？没有啊。等等，前天他在床上翻身滚下来过，但当时没哭啊。哪里好痛。你们需要立刻去医院，立刻，现在，
马上！你是专家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个孩子蓄门隆起，伴有持续性哭闹，这不是情绪问题，这是颅内压增高的早期症状。你前天摔过一次，外表没有伤，但可能有硬膜下出血。你们不带他去医院做 CT， 是要等到他抽搐吗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不会瞎编乱造的吧？不管真的假的，还是去医院查一查保险。好，我们这就去医院。等等，去最近的3甲医院挂急诊神经外科。用我的车，让司机送他们去。老张，用我的车送他们。是，傅先生。记得直接走急诊通道，不要排队。谢谢傅先生。喂，孩子怎么样了 ？CT 结果出来了，硬膜下少量出血，医生说再晚12个小时人就没了。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！谢谢你救了我女儿，宝宝没事就好。还真让他猜对了。景晨哥哥，王婷她今天就是一时没注意，那个林婉纯属巧合。专业的都没注意，还能说人家是巧合？那你这个专业是不是太没用了？景晨哥哥，你怎么能不信我？够了，傅家的事轮不到外人智慧。下次再让我听到你们贬低林婉，就不用再来了。走吧，回家了。来啦，林婉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有的是法子治你。喂，王律师，帮我办一件事，事情办妥了，报酬少不了你。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都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林婉享有独立决策权，无需第三方审批。关于小团的一切照护方案都由他做主，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审批。明白。这是新的合同，从今天起你月薪涨到8万。傅先生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林小姐好，林小姐，今天厨房炖了冰糖银耳羹，您要不要先喝一碗润润？不用麻烦了，谢谢张姐。不麻烦，您要是有想吃的口味、忌口的东西，随时跟我说就行。林小姐，今天想吃什么？我让厨房专门给您夹菜。不用特意夹菜，按平时的规矩来就好。连从前对我爱答不理的周叔居然变了态度，这哪里是我突然受欢迎了？不过是傅景中的态度摆在这里，他们才跟着变罢了。姐姐，要是一直留在家里就好了。小机灵鬼，只有你爸逼不开我，我就一直在。虫虫有虫虫。你好，我是林氏律所的律师，受柳如天女士委托，这是一封正式的雇佣关系质疑函。质疑什么？根据家政服务人员管理条例，从事婴幼儿照护的服务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和证书。你目前无法提供任何有效的从业资格证明。所以呢？所以，刘女士代表傅家利益，要求立刻终止你的雇佣关系。若傅家拒绝，刘女士将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你无证上岗。措辞严谨，格式规范，盖了律所的公章。看来柳如雪下定决心要把我赶走啊！说完了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知道了，我会转交给陆先生的，慢走不送。姐姐又不开心了。小团乖，姐姐没事。傅先生，这是今天柳小姐委托律师给我的律师函，说要求终止我和傅家的雇佣关系。如雪，我给你1天时间，把律所的函撤回去。我已经查过了，林婉这人根本不靠谱，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6岁前的档案都是空白的。我也是为了你好。立刻撤回，这是最后一次。谢谢你，傅先生。不用谢，我管的是小团的事，况且你能护好小团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傅景成，为什么？我想嫁给你这么难呢？凭什么那个女人能够站在你身边？我不服！张律师，撤回律师函，同时给我联系媒体，明天我要在热搜上看到关于林婉爆炸的新闻。太不负责了吧！再有钱也不能拿孩子开玩笑啊！无证上岗，出了事谁负责？高中学历的育婴师，什么时候这行门槛这么低了？谁发的？这种东西是谁发到网上去的？妈，怎么了？有人发布了一篇名帖子上热搜了，评论区全炸了，都在骂我们家拿孩子的命来玩笑。立刻通知法务部对接平台撤帖压热搜，查清发帖源头，固定证据，直接走法律程序追责。还有，给柳家律所发复式法务的警告函，措辞给我往重了写，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规矩。你好，哪位？林婉小姐，我是都市育儿杂志的编辑，我姓孙。我们注意到了网上的那篇帖子，所以呢，你们也是来问责的？不，我不是来为难你的，相反，我们想报道你。报道我？为什么？是的，我们想知道一个没有学历的育婴师是如何靠实力在行业里站住脚的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。抱歉，我不太想接受采访。等等，林小姐，
先别急着拒绝。你知道朵朵的事情传开了吗？朵朵父母在网上发了一篇长文感谢你，被转了3万次。什么？现在全网都在问，那个一眼看穿颅内出血的育婴师到底是谁？我不想出名，但你已经火了，不如接受我们的正面采访。那如果我跟你一起呢？什么意思？朵朵父母的文章传播量太大，很多人已经猜到你在傅家，与其被动被人挖，不如主动把故事讲清楚。可是我不想抛头露面。陆氏母婴今年的品牌升级方案里，需要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你和小团的故事比任何广告都有说服力。你在说商业合作？我在说你值得被看见。我考虑一下。林婉，谢谢你来到小团身边。爸爸对姐姐好温柔呀，刚才凑过来跟姐姐说话的时候，声音压得轻轻的，比哄我的时候还软。是吗？我可没觉得。就是温柔，爸爸只对姐姐这样。我一个福利院出来的孩子，做着最底层的工作，从来没被谁当回事。现在有人站在我面前，告诉我你值得被看见，我想我应该答应他。喂，孙编辑，我答应你接受采访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要配合副市公关部一起，不涉及私生活，只聚焦育儿理念。没问题。小团起疹子了！张姐，叫家庭医生立刻过来。好，小团乖，不哭。怎么还没来？是急性食物过敏，小团的辅食里面含有微量的过敏原。今天的辅食是谁做的？是张姨。不是我，林婉，你信我，我不可能害小团的。小团辅食里的过敏原绝对不是我放的，我是眼看着你给的食谱做的呀。张阿姨，你先别急，我没说是你，我的食谱是没问题的。我绝不会做对不起傅家的事。那个长头发的阿姨往碗里放了东西。长头发的阿姨，家里长头发的女性只有3个，我、张姐，还有林诗雨上次来访时带的助理。傅先生，这件事绝对不是张姐做的。你有证据吗？怎么办？我总不能说是小团告诉我的。我虽然没有直接证据，但张姐跟了你3年，从没出过问题。家里进出的人不少，我不能下结论。对了，监控，厨房监控肯定能拍到证据。周管家，调今日厨房全部监控记录。傅先生，厨房那处摄像头今天恰好故障，全天没有录制画面。既然查无实据，就按管理调整处理。张姐今天结算薪资，不用再来了。傅先生，张姐她按她在傅家3年的工龄，结算3年全额薪资作为赔偿金，今天一并结清。是，傅先生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是我。林婉，你在这个家里千万小心，有人想害你不是1天2天了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知道傅景恒的前妻为什么走吗？为什么？他不是自己走的，是被逼走的。被谁逼走的？你猜？又是这样，所有人都只说一半。妈妈又在想妈妈了。妈妈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姐姐也是妈妈。喂，你是林婉？你是谁？我是傅小团的妈妈。是妈妈的声音，妈妈。你说你是小团的妈妈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她右脚掌心有一颗胎记，像一片小叶子。出生第2天我拍过的照片，那张照片只有我有。你为什么打给我？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你和小团的事，那篇关于论坛的文章。你在关注他？我每天都在关注他。他们说他一直在哭，说他难带，说他有问题。他没有问题，他只是不舒服。我知道，我已经解决了。苏念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什么？帮我照顾好他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不要离开他。你自己为什么不回来？我不能说，但你要小心柳如雪，我求你一定要照顾好小团。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妈妈不见了。我一定会保护好小团的，任何人都别想伤害小团。小团的妈妈昨晚给我打了电话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让我照顾好小团，还说让我小心柳如雪。还有呢？电话断了，回拨是空号。你不该接这个电话。但她是小团的妈妈。但她在小团出生3天后就消失了，她根本没资格。所以呢，一个消失的母亲打来电话，你连问都不想问一下。这件事很复杂。什么意思？林婉，你只是育婴师，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。好，我知道。但如果他说的是对的呢？
如果柳如雪真的跟小团妈妈的消失有关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不是你该问的。是我多嘴了。草好痒，好玩，蚂蚁。小团竟然可以站稳了，进步真快。林婉女士，这是我们改好的初稿，你先过目。这个标题放心，非常正面。你看看内容，我们采访了几位业内同行，评价分2种。正面的说你是天生做这行的，负面的说没有资质就是不专业，能力不能代替体系。说负面评价的那个人是王婷。这个评论可以发，你不生气？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他说的也不完全是错的。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。姐姐棒，各部门就位，灯光补一下柔光，准备开拍。其实育儿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，比起纸面资质，读懂孩子的需求才最核心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女儿现在还在不在都不知道。学历不是一切，能力才是。高旭有什么用？现场那么多专家，哪个看出来了？个案不能代表整体，没有制度约束，万一出了问题呢？太太，董事会那边透信了，二老爷联合了3位股东，准备下个月拿老董事长的遗嘱做文章。什么文章？就拿继承人需家族认可配偶，可能共同养育那条，要质疑小团少爷的继承权，倒逼晋升先生让位。我知道了。景城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让小团和林婉出现在杂志上？这不是挺好吗？小团和林婉的故事有助于傅家的母婴品牌销量增长。可现在采访报的全网皆知，刚好给你二叔递了把柄。什么把柄？你爸的遗嘱里有一条，你忘了吗？富家继承人必须由家族认可的配偶共同享育。妈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在说，如果你一直不结婚，小团的继承权会被质疑。他已经联合了3个股东，准备在下个月的董事会上提出，如果小团的监护环境不符合家族标准，要重新评估总裁候选人。这分明是冲着我来的，他居然拿小团当借口。景城，如雪是现成的人选，只要你跟他结婚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根本就不喜欢他，我是不会为了利益娶她的。林婉，明天有一个家族会议，我希望你也在现场。可我不是家族成员，我还是不去了吧。你负责小团的一切照护方案，小团是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。好，我去。这个家里的暗流比我以为的深得多。陆家的内斗我可以不掺和，但谁要是敢动小团，我绝不可能袖手旁观。柳如雪，她怎么也在这里？景城，家族会议你把一个育婴师带上来是什么意思？他是小团的照护负责人，今天的议题涉及小团，他有必要在场。一个外人？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雇佣的员工，对小团的情况比在座任何人都了解。好，那我们就说正事。根据陆家家族信托的条款，祖宗继承人的监护环境必须符合双亲在场、配偶经家族认可的标准。景城，你现在未婚独居，妻子失踪，孩子居然由一个没有专业资质的育婴师照看，这根本不符合信托条款。二叔，这个条款是你上个月提议修改的，原版信托里根本没有配偶经家族认可这一条。条款经过全体股东投票通过，5票对4票，刚好多你1票，你能怎么样？申哥，二叔也是为了小团好，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外面的育婴师，我可以帮忙。你可以什么？我可以搬过来住，帮你一起照顾小团。一切都串起来了。柳如雪要的不是赶走我，她要的是住进来。住进来就是事实上的家人，这样傅景城的监护环境就达标了。这是一个局，从帖子到律师函到王庭到杂志争议，全是这个局的一部分。目的只有一个，让所有人觉得陆晋生需要一个女人，而那个女人恰好是她。那个漂亮阿姨好可怕！景城，你还有犹豫什么？如雪搬过来照看小团，刚好补上条款缺口，难道你要丢了继承缘？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林婉，我们走。等着吧，这次景朝哥哥没有明确拒绝，我还是有机会的。林婉，我赢定了。你今天在会上看到的那些，不关我事。对，但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绝不会让柳如雪搬进来。你有别的办法？还没有。那条款呢？如果你的监护环境不达标，小团的继承权就会被剥夺。继承权根本不重要，我只是不想让任何人伤害他。在这个家，我只相信你可以保护好小团。如雪，今天会议上你这步走得妙，可我怕景航哥不肯松口，他现在护着那个林婉紧得很。怕什么？涉及小团的继承权，他不答应也得答应。有我在股东前面挑事儿，他想保那育婴墓也不行。等你搬进去，坐稳傅家女主人的位置，将来这傅家还不都是我们的？
林婉，你去查一个名字，沈若曦。谁？我叫沈若曦。你现在哪里？小团需要你。我没有办法告诉你，但你查这个名字就会知道柳如雪究竟做了什么。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陆金深？因为他不会接我的电话。为什么？他恨我，他以为是我自己走的，但根本不是。喂，周奶奶，我想查一个人，叫沈若曦，你有没有认识的记者或者调查方面的朋友？婉婉啊，你又惹事啦？没有啦，只是帮一个妈妈找答案。行，我帮你问问，你自己也小心。我会的。院长，你也要注意身体。周奶奶的记者朋友终于挖到了沈若曦的过去。3年前，她不是凭空消失的，她先是进了柳如雪娘家的公司，怀孕后，公司说她违反实习生规定，辞退她。紧接着，房东以安全隐患为由解约。再后来，她的社交痕迹全没了。张姐说的对，沈若曦不是自己走的，她是被人一步步逼走的。还有一份快递记录，3年前，柳如雪给沈若曦寄过一个包裹，签收地址就在柳氏集团行政部。包裹里是一堆片照片和信，照片信里内容不清楚。不过签收后的第3天，沈若曦从陆家彻底消失了。柳如雪，果然是你搞的鬼！都给我小心点儿，弄坏了你们赔得起吗？如雪，你这是……妈，上次说的事儿，申哥不是说考虑吗？我先搬过来住几天，试试看。但景晨他还没答应啊。二叔那边催得紧，下个月就是董事会了。我现在不住进来，小团监护权就要出问题。妈，你也不想看到小团被家族质疑吧？林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帮我把行李搬到2楼客房。我只负责照顾小团，搬行李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。也对，你的职责嘛，以后可能也要调整一下了。你最好在10分钟内给我搬上去，我先去收拾房间了。林婉，委屈你了。如雪这个孩子，她从小没了妈，在我们家长大，我一直当她是亲女儿。哟，还不是得乖乖听我的，以后我就是傅家的女主人，你一个破育婴园就是个伺候人的下人，给我摆正自己的身份。林小姐，你知道沈若曦吗？我不认识，你到底从哪里听说的这个名字？是吗？小团的妈妈你不认得？3年前你给她寄的那个包裹是怎么回事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根本没有寄过什么包裹！难道在调查我？喂，二叔，谁让你搬进来的？滚出去！景鹏，下个月就要开董事会了，你二叔那边准备了3份提案，每一份都跟小团有关。如果监护权被质疑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？我自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连个结婚对象都没有。爸爸和奶奶在吵架，不喜欢。景晨哥，别为难妈了，我在这里只是帮忙，不会影响你的生活。来，让阿姨抱抱。不要他碰。今晚先这样，明天再说。念念，我那个记者朋友查到了更多东西，那封信的复印件找到了，发我。沈若曦女士，附件是傅景春先生与其他女性的亲密照片，如你所见，你并不是唯一一个。我建议你尽快离开，保全自己和孩子的尊严。如果你拒绝，接下来要面对的不只是感情失败，还有你实习期间挪用客户资金的内部审计报告。所谓的亲密照片，90%是伪造的。所谓的挪用客户资金，以柳氏的能力栽赃一个实习生太容易了。沈若曦当时才22岁，刚生完孩子，没家人没背景，突然收到这样一封信，她能怎么办？她只能走。柳如雪告诉我你在调查沈若曦的事。是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沈若曦安排进来的妻子？你自己看，这是柳如雪当年逼走她的信，所谓的亲密照片和挪用送款，全都是栽赃。你做这些，为什么？你不欠她，也不欠我。因为小团每天晚上都在想妈妈，她从出生到现在没被妈妈抱过几次，她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，不记得妈妈的声音，但她每天晚上都在心里叫妈妈。你怎么知道她在想妈妈？完了，没法再瞒下去了。我有一种能力，我能听到婴儿心里在想什么。所以你第一天来就知道她乳糖不耐受，你知道她怕强烈的气味，知道她不让林诗雨碰。是因为她说那个漂亮阿姨好可怕。她还说过什么？她说爸爸的声音好温柔，她说没有妈妈想妈妈，她说姐姐也是妈妈。我会去找沈若曦，我会把她找回来。妈，你就看着他把我赶出去。如雪，
是你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。我做了什么？我替这个家挡了多少事？你逼走了小团的妈妈。沈若曦算什么？她就是一个实习生，配不上晋升。这不是你该决定的。这是柳氏集团3年前的内部审计记录，沈若曦的那份挪用报告在系统里连编号都没有，是你伪造了它。不，我没有，那是二叔的主意。我知道，但你是执行人。景恒哥，从今天起，你不要再来陆家了。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这里也是我的家。这里不是你的家，从来都不是。这句话比任何惩罚都残忍。我没有一丝同情，因为那天晚上，小团又在梦里叫了妈妈。景成哥，我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啊！够了，你再不走，我就叫人把你赶走了。不要！来人，把这疯女人赶出去！林婉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不知道自己是谁，等你知道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麻烦。林婉，我找人查到了，线索指向江城，沈若曦可能在那边生活。你要去找？对，马上就出发。你和小团在家，我让助理安排安保。好。嫂子，晋升不在家吧？你来干什么？来看看小团啊，我是他二爷爷，看看怎么了？哟，苏小姐也在，正好，你把小团抱下来，让我看看。小团在睡觉。那我等。傅太太，这是家族信托管理委员会的决议书，根据条款，需要对小团的监护环境进行一次正式评估。什么评估？你们这是想干嘛？包括居住环境、照护人员资质、教育规划等。嫂子，你别激动，这都是程序上的事儿。晋升如果做得好，评估过了就没问题。当然，如果评估不通过，那就要考虑是不是该换个更合适的人来管这个家了。姐姐在生气。没有，姐姐只是在想事情。那个说话不好听的老头又来了。你的形容还挺准。你好，傅氏集团法务部主管律师秦林。秦律师，我是林婉。我知道你是谁，傅总跟我说过了，让我猜猜，傅鹤鸣到了，他带了公证员做监护评估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是他第3次用这招了，第1次对付傅景成的大伯，第2次对付他亲弟弟，套路一模一样。那怎么办？你什么都不用办，他带的公证员没有管辖权，傅家信托在开曼群岛注册，国内公证员出具的评估报告毫无法律效力，你只需要下去当面说一遍就行。我能行吗？对，傅总说了，这件事让你出面。他说林婉说话比我的任何一个律师都管用。傅先生，请您尽调评估。哦，凭什么？凭傅家信托在开门群岛注册，您带来的公证员不具备对信托事务的管辖权，今天出具的任何评估报告都没有法律效力。你一个育婴师怎么知道这些？您需要关心的不是我怎么知道。如您拒绝撤离，傅氏法务将在1小时内以妨碍信托管理为由，向管委会提交投诉并起诉你。嫂子，今天当我没来过。林婉，你比我以为的厉害得多。我们走。走了，以后都不会再来了。走吧，小团等我们。进来吧。是妈妈，妈妈来了，妈妈好瘦，妈妈在哭，妈妈不哭，妈妈好温暖，我走了好不好？不要走了。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，妈妈不要再走了。你当时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？我不敢。不敢。你收到了伪造的照片，不来问我真假，反而直接走。我当时22岁，刚生完孩子，身边没有一个人。那封信里还说要调查我的资金问题。我在柳氏实习的时候，确实被安排经手过一笔账目，我怕他们真的栽赃。他们就是栽赃。我后来也知道了，但那时候我已经走了。走了之后，我发现我的手机号、银行卡、身份信息全部被冻结。我去报警，警察说没有立案依据。那为什么不找我？因为我不确定你是不是知情的一方。信里说对方已经安排好了出境手续，我当时以为那个要赶我走的对方就是你。好，不说了。要爸爸和妈妈在一起。他长得像你。他脾气像你。
柳如雪被赶出去后没消停，匿名举报信寄到了市场监管局，说我包庇无证从业者。监管局下周就上门核查。这件事的核心是你的资质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可以考一个证。考证最快也要3个月，核查下周就来。我有一个方案，但需要你同意。陆氏母婴旗下有一个育儿顾问培训项目，这个项目发放的资质是行业协会认可的，不是国家证书，但对于市场监管的核查来说，够用了。你要让我上培训课？不是上课，是直接参加结业考核。以你的能力，笔试实操都没问题，但考核里有一项面试，由3位行业评审打分。谁是评审？其中一位是王婷。林婉，我帮你整理了一份重点笔记。我大学读的是心理学，基础知识还记得，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这辈子都不敢回来。林婉女士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据我所知，这次考核是走了特殊通道安排的。是啊，王顾问，有意见可以向组委会提出。我没意见，我只是想确认考核标准会一视同仁。考核正式开始。那些东西，什么发展心理学、感性训练理论，很多我已经在实践中用过了，只是不知道理论名称，复习了几天，难不倒我。评委，我要交卷。你确定？这还20分钟呢。我确定。林婉，你还是令我刮目相看呀。实操环节是模拟一个6个月大婴儿的喂养和辅重，我闭着眼睛都能做，最后顺利通过，就差最后的面试环节了。林婉女士，我的问题是，如果你照护的婴儿出现了罕见的代谢性疾病症状，但家属拒绝送医，你会怎么做？第一，详细记录症状并拍照存案；第二，联系至少2位儿科医生远程会诊做初步判断；第三，若确认有生命危险，直接报警并拨打120，同时通知儿童保护机构。即使家属反对，婴儿没有能力为自己发声，我的职责不是让家属满意，是让孩子活着。怎么办？要3个评委全票通过才行，他不会为难我吧？满分。林婉，之前的事儿，我替别人出头是因为他帮过我，但在你救了朵朵后，我就知道我看走眼了。过去的事不用再提了。不，我必须说一句话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育婴师，没有之一。谢谢。柳如雪逼走沈若曦的证据链已经完整。同时，我查出了付明过去5年侵吞家族信托资产的线索4700万。这些够了吗？不够，不够。信托在开曼，国内证据需要跨境公证，我们需要管理委员会里至少1个人倒戈。谁？大长老。他会站在你这边吗？不知道，他有一个曾孙女，3岁，发育迟缓，他一直很担心。所以你想让我去看看？你愿意吗？你早就在打这个主意了吧？林婉，听说过你，就是那个听信的育婴师。我曾孙女雅雅3岁了还不会说话，医生说发育迟缓，找不到原因。声音太大，头里面响，我停不下来。大长老，雅雅做过听力检测吗？做过，正常的。所有频段都正常。什么意思？常规听力检测通常只测标准频度，但如果牙牙对某些特定频率的声音过度敏感，比如日常环境中的低频噪音，他可能一直处在听觉过载的状态，这会严重影响语言发育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不是听不到，是听到的太多？需要做一个特殊频率的听觉敏感度测试才能确认，但从他的表现来看，他不是发育迟缓，而是听觉防御。听觉防御？某些声音对他来说，就像噪音直接砸在脑子里。他不说话，不是因为不能说，而是因为外界的声音太可怕了。他选择了沉默。你要什么条件？牙牙不需要条件，他需要的是安静的环境、听觉脱敏治疗和石长老，您可以先去验证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测试结果出来了，你是对的。董事会的事儿，我站你这边。如果输了怎么办？不会输的。你怎么这么确定？因为小团需要他赢。
根据家族信托条款第10条，主宗继承人的监护环境需经管理委员会评估合格。傅景成未婚，监护人构成不完整。我提议重新审议继承人的监护安排。你说完了？我说完了。好，那我有几个问题想当面问你。3年前，你指使柳如雪伪造报告，逼走沈若曦，快递记录、证人证言全在这里。你这是诬陷！造假，这是你在过去5年里通过虚设的信托管理费名目，从家族资产中转移的4700万，每一笔都有银行流水。傅和明，这是真的！你凭空捏造证据！各位，我受大长老委托，宣读他的声明。经大长老独立审核确认，以上证据均为真实有效。大长老决定行使1票否决权，彻底否决傅和明的所有提案。同时，大长老提议撤销陆鹤鸣在信托管理委员会的席位，并将涉嫌转移资产一事移交律所处理。赞成！你早就准备好了。你逼走孩子的妈妈那天起，我就开始准备了。保安，把他带走！我不服！你们不能赶我走！我们赢了，你的清白我给你讨回来了。我终于不用担惊受怕了，我的任务好像完成了。帮我拟一份律师函，这里是相关资料，要求就伪造审计报告、胁迫他人、妨碍监护人权益等事项承担法律责任。好的，傅先生。嫂子，这件事能不能私下解决？柳家承受不起起诉啊！让他亲笔写一封道歉信给沈若曦。是，还有呢，终身不得踏入傅家半步。3天后，柳如雪的道歉信送到了沈夫人手里。你不生气了？生气有什么用？我浪费了3年。妈妈不哭了，妈妈笑了。但至少现在我回来了。念念，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关于你6岁之前的档案，你在福利院的记录上写的是弃婴。但这不是真的，你不是被遗弃的。什么意思？我是被谁送来的？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，她把你送到门口，留了个纸条，上面写着：这孩子有特殊能力，请好好照顾他。周奶奶，这件事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因为那个女人说了，如果有人来找你，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在哪里。但上个月有一个短发中年女人来过福利院，详细的打听你的细节，问你是不是能听到婴儿心声。是谁？没有留名字。那个送你来的女人穿的白大褂，背面印着一个标志，我后来在新闻上看到了，是国家脑科学与认知研究中心。你的能力不是天赋，你可能来自某个研究项目。我是被制造出来的吗？林婉，你很安全，不要害怕。你的能力是天生的，不是实验结果。当年的项目已终止，你是唯一被保护下来的孩子。不管我从哪里来，不管我是谁，我现在是林婉，是小团的姐姐，这就够了。苏小姐，雅雅听觉脱敏治疗进行了3周，开口说话了，这是大长老特意送您的谢礼，估值800万。不，这太贵了，我家都没有800万的架子放。收下，他给你是因为你值得。那我勉为其难就收下啦。磕一下我直接原地破产啊！爸爸妈妈，飞哥哥。林婉，你打算一直做一个普通的育婴师吗？难道不好吗？很好，但你可以做更大的事。傅氏母婴准备成立一个公益项目，专门研究和帮助有特殊发育需求的婴幼儿。项目名叫听心计划，原型是你。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是你太看不起你自己啦。第1期投入5000万，你做首席顾问，你的照护法理论还有你所谓的直觉，我想让专业团队做一个系统的研究和复制推广。那私提顾问的年薪有多少？120万，配独立办公室、专车、团队配置。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小团的照护工作我不放手，白天做项目，晚上回来带他。你确定？他是我第一个听到心声的孩子，我答应过他，姐姐不走。成交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婉。1年前，我还是一个没有任何资格证书的育婴师，现在我依然是一个育婴师。但这1年里，我们的团队做了一件事，我们把听心这个概念变成了一套可以学习、可以推广的照护体系。每一个婴儿，他们不会说话，但他们有心声。
他们在说我疼、我饿、我害怕，只要你真的去听了，你就是最好的照护者。听心不是超能力，是爱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谢谢你。别多想了，现在的日子已经够踏实了，随他去吧。婉婉姐，干嘛呢？我妹妹在屋里哭，你快去听听她说什么。来啦。肚肚不舒服，芝芝她就是肚子不舒服。婉婉姐，你是不是真的能听到小宝宝说话？你小时候我也听到过，你说要姐姐不要走。是吗？林婉，今晚在家吃。不了，我这不是商量。姐，你再说一个不字儿，我把你的拖鞋扔了。行，一个福利院长大的姑娘，没有学历，没有家世，但我有一种别人没有的能力。我用它听到了那些说不出话的孩子，我用它找到了一个叫家的地方，足够了。